中国的留守儿童总数现在的标准呢，应该是700多万，大概有34%的留守儿童实际上是有自杀倾向的。我叫刘新宇，原来是一个媒体人，现在呢是在北京在做一家公益机构。这个公益机构呢，主要是来帮助留守儿童。我们发布这个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迄今已经是第4年了。最早呢，实际上就是一种方法，就是问卷。首先摸清楚每个省的留守儿童的比例分布，然后从第2年开始呢，实际上我们就进入到心理学的一个层面了。我们主要是做的这个叫迷茫度、烦乱度留守儿童，它是由于父母在孩子成长的阶段没有陪伴他们，其实有70%的孩子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异常，有一些可能已经到了疾病的状态。但是如果你放任不管的话，在某些时候某一个环境或者某一个事件去激发他可能就会产生行为异常。17年有一个数据引起了媒体的普遍的哗然，最近1个月内你的家里头父亲或母亲有没有去世的情况，有10%的留守儿童填了是的。这个数据我们认为是不正常的。中国的这个自然死亡率是多少啊？自然死亡率是7%。之所以这么填，是因为这是一个心理补偿机制，它是对父母有一些怨恨，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是半开玩笑似的把它表达出来，这对孩子实际上是自我保护。之后还有一个结论，1/41年1个电话都接不到，其实跟他爸妈死了一样。我就说它实际上是一种事实的精神孤儿。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冬天过年之前，应该是南方安徽省的一个地方叫望江吧，一个小男孩就是爸妈也是离异了，然后跟奶奶一起生活，大概是腊月27、8的样子，给他打个电话说妈妈今年又怎么了，那个回不去了啊，对不起啊什么什么的。结果这孩子呢也没哭闹，我就行，那拜拜了，放电话。第2天早晨就发现自己拿个塑料袋就把自己吊死在这个他们家的这个卫生间里头。但他最后觉得自己不想活了，我认为是一定是对自己的价值，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有什么意思啊。我们最后访谈了一些父母，说为什么不打电话呀？我总是感觉自己得准备好才能打，但是往往我准备不好，我本身也很焦虑，今天又被老板骂了，明天又被工友欺负了啊。我们在16年的时候还算出了最佳的打电话的频率，发现实际上是最多隔1天打一个，或者说2天必须打1次，要保持这个频率，这个孩子的心理状态才正常，他感觉跟你是无缝连接的。我们去到一个孩子家里头呢，正好是大家坐那等着吃晚饭嘛，他妈妈电话打进来了，老大先接的，说2句，就说我不说了，我给那个二妹，就推到那个老二那儿，老二都没说话，直接把这个转给最小的那个弟弟还是妹妹忘了，就感觉那个动作就像一个特别烫的一个烫手山芋似的，赶快甩出去。所以我们出了手册，也出了线上的课，然后叫如何给远方的孩子打电话，这是手册的名字。你们先把这个跟孩子平时打电话随便选1次录下来，我们把这些问题收集上来之后，然后请一个心理学的专家给大家在线上做1次辅导，然后掌握这些知识之后再去试，对家长们的这个受益非常大。我的人生中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在留守状态，6岁到8岁这2、3年，我父亲当时是第一批就是公派出去学这个汽车技术去了，我和我母亲就是独自生活了大概2年吧，中间他回过1次。所以也许内心中的这种隐藏的一些感触，让我能够特别理解眼前的这些孩子们。所以我跟很多的人说，我说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你们不要觉得跟你们没关系，在这种心理创伤以后长大成人之后，他们是会进城的。那这个问题积累下来的话，我认为可能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门槛。所以关注他们其实就是关注你自己，所以一点都不远。